他会把尸体弃置于下水道中的某个特定的地方，而且时常回去欣赏所谓自己的成就，回味自己的作案经历，甚至会去摆弄他们的尸体。也可以说，他可能会有收藏物件的癖好。我们今天来就是想要向您请教这个问题。您是犯罪心理学专家，所以您认为这个凶手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乔教授，我们对这个案子呢有些推测，但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所有受害者都是女性，且生前都被性侵，之后用铁丝类物品勒死，全身衣物呢及随身物品除尽，弃尸于地下管道。首先，凶手不可能和死者在生活中有明显交集，否则很快会查到他头上。你们没有在死者的社会关系上浪费时间，是对的。所以我们判断的是，这个凶手是以陌生人的身份和被害人接触上，然后将他们带到一个合适的作案区域。那这就说明了这个凶手不是一个令人害怕或者讨厌的人，对吧？他至少要有一个令人容易产生信任感的外表，年龄大概在30至40岁之间，而且从事一份还算体面的职业。从被害人的情况来看，经济条件都不足以让凶手产生劫财的想法，因此凶手作案的动机应该是满足性欲。按您描述的那样，凶手应该不缺乏接触异性的机会，所以满足性欲的渠道应该很多呀。这是内在问题了。我们先从表象入手。他实施强奸杀人的地点应该在室内，他就满足了独居的条件。单身，所以说我们不妨做这么一个假设，这不一定完全肯定，他极有可能另有一处住所。临时住所，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你们推测凶手可能把3具尸体弃置于同一雨水井内，这一点我赞同。那么问题又来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习惯吧。雨水管道会定期检修清淤，如果有人偶然打开了那个雨水井盖，他的罪行就会立刻暴露。您的意思是说，凶手会把尸体藏在雨水管道的某个特定地点？有可能。我们不妨做个大胆的设想，这家伙也许会时常回去拜会他们。这肯定心里有问题啊，这样的人。这个系列杀人案的凶手啊，可以说他心里有缺口。什么样的缺口呢？从婚姻状况来看啊，要么独居，有过非常不愉快的情感经历，他是受害一方，或者说夫妻感情不佳，关系紧张，分居的可能性大。他把长期压抑且得不到满足的性欲发泄在这些与他素不相识的女人身上。如果我们的推测是成立的，那么他会把尸体弃置于下水道中的某个特定的地方，而且时常回去欣赏所谓自己的成就，回味自己的作案经历，甚至会去摆弄他们的尸体。也可以说，他可能会有收藏物件的癖好。大声点儿！顾大哥，是这样的，那个孩子呢就一直没有找到，但是我们局里认为呢，应该宣传一下当代学生的精神风貌，所以呢，我明白了，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学生没找着，然后你们找了一个替身。
这个不能说是替身，应该说是学生代表，他就是那个学校啊推荐过来的学生，平时表现呢各方面都不错，谦恭有礼，与人为善，形象嘛也还不错，所以我觉着回头呢，把电视台请来，做一个节目，主要呢就是为了弘扬这种做好人好事的精神。徐副科长，哎，不好意思啊，这个事儿啊，我还真干不了。不能说做好事那学生找不着，就找一个假的来宣传。不好意思啊，我先走了。不，郭大哥，这个不能说是假的，他是学生代表，不是郭大。哎呀，您稍微等一下，你稍微等一下。这个女孩的父亲是咱们市里有名的企业家马东晨，马总。马总，哎，对，就是那个中宇建筑公司的马总，你应该听说过吧？行，老涂，那就这样啊。听说过。您看，你叫满娜，哪个班的礼宾班。？92级礼宾班。怎么了？你平时跟同学相处的怎么样？挺好的。你问这个干什么？这不让我配合表演吗？我得了解一下。应该错不了，毕竟是学校推荐过来的。你跟苏林相处的好吗？什么苏林啊？你的同班同学苏林你不认识吗？你爸爸马总还认识苏林的爸爸？莫名其妙。哎，你干什么呢？他跟审犯人一样，问东问西的，谁爱当谁当，神经病。邹月，女，27岁，失踪时间呢是前天晚上7点之后，7点的时候呢还用单位的电话给爱人打过传呼，然后又失踪了，非常突然。排查一下。看跟魏红渠的案子能不能定案？行。还有这个也得查一下。一个男人扛着一个女的，进了地下管道。邹月失踪的第2天报的案。那我觉得我们得去实地看看。走吧，我开车。我开，我不困。我当时就是在这儿发现的。当时没有路灯，又是夜里，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是吧？哎，对。你当时报案的时候，为什么说是扛着一个女的？因为我觉得她那个身形看着就非常的瘦小，所以应该是个女的，要不然就是一位很瘦小的男的。除了外形，还有什么特征？比如说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那时候天太黑了，没看清楚。发型应该是长发。有多长？大概到这儿，反正男的女的应该都能留的，要不然我也不能分不清男女啊，是吧？那按他这么说，被扛进地下管道的就不是邹月了。邹月不是齐瑶的长发吗？邹月失踪案没有什么眉目，如果没有证据指向，也没有找到人和尸体，就不能并案调查。那个被拖进地下管道的人是谁？又是谁把他带下去？这个系列杀人案的凶手啊，他把长期压抑且得不到满足的性欲发泄在这些与他素不相识的女人身上。如果我们的推测是成立的，那么他会把尸体弃置于雨水管道中的同一个地点。那个被拖到井下的人，很可能又是一名受害者。增派警力，马上排查这个井。哎，刑警2队，孙慧的室友。自从孙慧
出事以后，我睡不着，老是做梦。正好我表妹大学毕业要实习了，我准备搬去和她一块儿住。我昨晚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盒子，这是孙慧之前留下的。浴池的票，人民公园的票，永久牌自行车发票。孙慧有自行车？这个购买时间是他失踪前的周末。新买的？我们几个之前去坐了他上班的那趟公交车，高峰时期人特别多，买辆自行车上下班也合情合理。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的失踪地点就不会是在公交车站附近。查这辆自行车。我们从孙慧室友那儿拿到了重要的线索，这是他失踪前购买自行车的发票，但我们查过了，这辆自行车现在也不见了，所以当时他很可能就是骑着这车出门的，不然好好的新车不可能平白消失，大概率是凶手作案后处理了。要是能找到这辆自行车，说不定车把车座上还能留下凶手的指纹，或者什么别的痕迹。重点查他常去的路段，查旧货市场，还有废品站。哪怕这车被拆了，也要把零件给我挖出来。凶手已经残忍杀害至少2名女性，随时可能再犯案，多拖1天就多一份被动，必须尽快将他捉拿归案。昨天背人下井那事儿查得怎么样了？还在下面搜呢，这井下环境错综复杂，搜索起来难度太大，目前还没有查到有价值的线索。井下搜查的难度我知道，后续排查继续推进。老王，这孙慧自行车的线索你咬住了，咱们抓紧线头，不信揪不出这凶手的尾巴。这个女孩的父亲是咱们市里有名的企业家马东晨，马总。老哥，那就这样啊，等事儿办妥了，我告诉你。再见，马总。哪个班的？礼宾班。你跟苏玲相处的好吗？什么苏玲啊？哪位？喂，老顾啊，我都查过了，市区的医院和收容所都没有叫苏玲这个女孩。都没有啊？谢谢你啊，老刘。没事。做饭呢，顾大哥。嗯。刚回来。是啊。你们家一下午都没人吧？对。这一下午啊，你们那公用电话响了5、6回。是吗？会不会是你女儿打来的？啊？有可能是啊。不过那点儿了，你女儿在外地也应该在上课，应该不是她。如果是凌云打来的话，他应该是晚上打的。这公用电话一下午没人接，我怕这楼里是谁家有什么急事，跟你说一声。那个今天下午也是不得已出了趟门，他爸呀腿受伤了，我陪他去医院换药了。受伤了，严重吗？
医生说就算是好了吧，也落下残疾了，以后就瘸了。这么厉害啊？哦。那在工地上受的伤，这是安全事故，可以追究工地责任。哪个工地啊？赔钱了吗？哎呀，他以后还要回去工作的。那个老板人还行，说是他以后好了之后还可以回去工作。哦，不是赔偿这事儿，你要有什么需求，你可以告诉我，我去找朋友试试。哦，别了，那个老板都帮我们已经全安排好了。喂，查到了，这么快？你说，这车是朝北中宇建筑公司的。朝北中宇建筑公司，知道了。云个菜，请慢用。车没在这儿，全问了，一家全问了。这车呀，还得靠您的壳子。您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给你点提示。左手第一家，右手第一家，永久牌自行车，看上去一模一样的车，为什么分了？老板给你推荐的是哪一排？第二排。为啥？第二排货源便宜，是不是偷来的？也不一定，但一定可疑。当警察的这双眼睛，要不停地练。你在这儿继续找，市场关门再走啊！我去警察看看，你有没有进展。这就是孙慧的同款自行车，我刚去车上问了，人服务员对孙慧确实没什么印象，但发票就是他们开的，什么他的单位啊、住所附近我都排查了一下，也没什么发现。你说这么大自行车，他总不可能扔下水道了吧？范围再扩大点，去二手车交易点和自行车维修点找找线索。那要不咱现在就去？哎，好，谢谢。永久牌女士自行车，找得到吗？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永久牌自行车到底有多火，真的不好找，不好找。尽快找到，要命的事儿。大哥，我还得做生意啊。行，那你别吃了，走吧。哥，好，我活命把车给你找出来。谢了，兄弟，来，多吃点。